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上一期的视频，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前塞壁的上方砌砖的位置，我们打了一块橡胶板，快天黑的时候才打好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走到2楼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板子究竟打得如何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带大家到2楼去看一下昨天打好的橡胶板。现在呢，我们先走到1楼的堂屋，带大家看一下今天要上的这些领子。之前木匠师傅已经做好了公木榫，今天啊最欣慰的也是木匠师傅已经过来了。昨天是一天没来，我舅舅也特别的心慌，我也特别的心慌，因为后期的工作都需要木匠师傅去完成。前2天他们是发生了一点争吵，好在昨天打了2个电话，现在是缓和了，也算是好了吧。那现在我舅舅呢也在那边看着师傅们做工，他也可以帮点忙。底下呢我们就留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舅舅，一个呢是木匠师傅，剩下的师傅呢都爬到2楼去了，也就是爬到屋顶去了。现在是上这些领子，可以看到我舅舅虽然是80多岁的年纪，但是身体还是挺好的。这样的一根领子有好几十斤，他还是能够搬得动。他和木匠师傅2个这样子配合，用绳子套着领子的一头，然后上面的师傅从上拉上去，然后上面有个师傅拉着绳子把这根领子这样子拉上去。每一根立柱的上方都要放上这样的一根领子，两边有2个师傅。整个木房子是有33根这样的领子。这些都是杉木，其实并没有干透，还是比较重的。用绳子这样子吊上去，一根一根的安装。高空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这也是我们湘西这边建木房子基本上的一个操作吧，因为像老一辈的人基本上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从小到大就到村里面帮忙，哪个家里有建房子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帮工，也不算工资的，所以呢大家都会做一些。以前我们这边苗族啊全部都是木房，基本上是没有砖房的，在8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建一些砖房。像我舅舅家的这栋木房子呢，就是50年前建的，当时也没花钱，都是村里面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大家一起帮忙从山里面砍树回来，然后建的房子。一晃过去了50年，当年的这些年轻小伙子，如今呢都变成了7老80的这个老人家了。这边应该是大了一点点，现在用斧头给它削掉一点点，就可以安装的进去了。因为每一根领子都做的有公木榫。从这边爬上木梯，我们带大家到2楼去看一下。昨天打好的这块橡胶板，总共是打了将近有15到16公分的厚度，背后呢是更高一些，水呢是顺着往外面流的。因为昨天的混凝土是比较多的，将近是6方左右，所以呢这块板子我们打得比较厚。
大家还记得吧？我们装模的时候，前面是延伸了60公分出去，所以我们整块板将近也就1.8米到2米左右，背后更厚一些，说明背后更重一些。这样子呢，架在这个砖墙之上，它才更安全。当时整个塞壁的那块位置呢，没有打立柱，实际上这样子像挑着一根扁担一样的，如果背后不重的话，背后面积不多的话，这块板子是有安全隐患的。现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背后将近厚了，应该是有1指多，明显的界限就是从这里，早早的已经浇水保养了，到中午就要把这个薄膜给接走，然后一天呢要浇5到6遍水。今天是没开太阳。其实舅舅门前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，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其实舅舅的几个孩子都是挺有出息的，是不是和这个老宅基地有一定的关系呢？秦山环抱，这边还有座山峰，在顶部有块大石头凸出来的，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。背后呢也是有大山。这边的领子啊都已经全部换好了，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做的是公母榫，这样子嵌入进去，基本上也是严丝合缝。那这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，木立柱已经给它锯断了，然后这边就是把领子放在砖墙之上，盖瓦呢也盖过了砖墙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。然后这边呢我们叫做出山领，相当于瓦片要盖在了这块位置了，把它旁边的这个厢房一起盖住。当然现在只是初步的摆放，还要调下尺寸的高度都需要调节。其实这个也叫燕尾榫，里面是更宽更大，这个口呢是更小一些，这样子嵌入了之后它是非常紧实的。堂屋旁边的也都叫做出山岭，这边也是的，延伸出去。具体的尺寸倒是盖瓦的时候我们再来调节。这边底下就是一个厨房了，以后盖瓦呢也要盖过厨房的位置。这栋木房子啊，常年累月在屋子里面烧柴火，这些立柱啊熏得比腊肉还黑。现在重新装修，要打磨这些立柱，难度也不小啊。屋的顶上这边就叫做中堂顶了，中间那根有点带弯下来的，我们这边呢叫做屋梁。一栋房子的梁就是这根了，房子全部都拆了，但是这根梁是不能动的。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别看这个领子都做好了公母榫，如果没有木匠师傅指导的话，直接这样子放上去也是有难度的。尤其这个木房子啊，它是我们这边说的土法，就是两边深山，就是房子的两头要升高的，中间是落下来的，两边深山笑颜，四角八叉，描画是这么说的哦。当然这是木房子建造一个自古以来形成的一个规矩，应该也是一种风格吧。这样子呢，房子就会坐在这个地面上四平八稳。但是我们盖琉璃瓦那就不行了，因为整个它的屋脊，也就是上面的顶部，
它不是同一个水平面，它是这样子的，两边高，中间低，所以琉璃瓦是没办法盖的。现在呢，木匠师傅过来之后，我们这栋房子要盖琉璃瓦，就要把整个顶全部给它调平成一个整体，这样子呢，盖瓦片就更方便了许多。一呢是方便做工，第二个给主人家节省了不少，因为节省了工时的同时，还要节省了很多这个瓦片。如果是不这样子做的话，整个上面的瓦片全部几乎都要切割。之前我们盖过木房子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早早的就把这个水平给调好，后期呢我们做工就要方便了许多，也给我们的工作呢，增添了很多便利。你这个你没得木匠师傅调你后头盖瓦，你搞什么你都不好做啊。他2天中午了，我儿子就教我了。啊。现在你喝，没得那个。哈哈。你这身体没得呀，小小的。啊，你不喝不行，这必须要喝。啊。是的。有人讲，这行。咱看我们年轻人吃这个白山，我们根本上什么都不懂。吃这个白山是最危险的。今天去我的话，我等会他叫这个吊起，我叫搞吊起。啊。那么年轻人好多都不敢弄嘞。是的，不敢，他不晓得嘛。站的那个地方站，他不晓得走。原来我们的人们像我们吃。大家看一下，整栋房子的领子已经全部放上去了。这边是靠近砖墙的位置，有个师傅在补这些砖块。整个水平呢，现在都已经调好了，装好这个领子就可以开始钉瓦条了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吃中饭去了。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